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无论管理一个团体还是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相通的理是人事即政策。你有什么理念，想推行什么政策，最终都得通过你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实现和体现。美国总统内阁排名前4名的位置分别是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随着川普11月22日宣布了他的财政部长人选，川普内阁的整体布局已经基本完成。川普新提名的财政部长出身华尔街，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对美国、中国和世界的基本理念是什么？目前，川普内阁4大员的提名中，国防部长的提名人黑格塞斯是媒体目前攻击最强烈的一个。7年前，警方对他性侵调查，揭示了什么有关他的真相。川普最新提名的华裔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黄之汉，是否会成为川普政府中新的中国通？他对中共的基本认知状态是什么？今天就和大家聊聊这些话题。在进入今天的话题前，我先快速分析一下最近中国社交平台上热传的有关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开打的话题。在近1、2天的时间中，中国国内很多时评人都在异口同声地说，俄乌战争大概率将升级为第3次世界大战，甚至是人类首次核战争。但我认为，普京近期挑起第3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0。在超过1万北朝鲜士兵直接投入俄乌战场后，拜登和英国政府最近突然改变他们此前立场，宣布允许乌克兰使用他们提供的远程战术导弹直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而乌克兰一方立即行动，在过去1周连续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乌克兰在11月19日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的一个弹药库，引发连续爆炸。第2天，乌克兰再次使用英国提供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一个重要军事目标。据说在这次轰炸中，1名俄罗斯将军被击毙，还有消息说，同时被击伤的还有1名北朝鲜的高级将领。在过去2年的战争中，俄罗斯和普京口头上多次明确设立的一条红线，就是北约允许乌克兰使用他们援助的远程战术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腹地的目标。现在，美国、英国和乌克兰联合行动，把普京反复明确的这条红线给踩得一塌糊涂。在这样的情况下，普京如果不做任何回应，他的强人形象在国际和在俄罗斯国内都会毁于一旦，甚至可能引发他建立在强人形象上的整个威权体系的危机。因此，普京做出回应是毫无悬念的。但是从普京如何回应的细节，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内心的想法。作为对乌克兰攻击的回应，10月21日，俄罗斯发射了一种叫针数的中程弹道导弹，这是一种新型的超高音速导弹，速度可以达音速的10倍，即每小时12250公里。这种导弹可以承载核弹头。普京声称，尽管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在过去成功拦截了部分俄罗斯的超高音速导弹，但这种针数导弹的设计使它能够突破美国的防御体系。普京因此声称，世界目前没有任何能拦截这种导弹的防御系统。虽然这样说，但是俄罗斯此次导弹袭击却偏偏有意选择了没有西方先进防空系统保护的乌克兰城市第聂伯市，从而回避了直接让这种导弹和西方防御系统直接对决的场面。从这一点看，俄罗斯军方似乎对自己这个新型导弹系统到底能不能在实战中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有点信心不足。事后，美国国防部对媒体透露，俄罗斯在发射这种导弹前30分钟特意通知了美国国防部，而且明确告诉美国，他们这次发射的导弹携带的只是常规弹头，不是核弹头。有人说，俄罗斯在发射前通知美国，是在遵循美俄之间的中程导弹条约。这种说法不成立。
在2019年，美俄两国已经相继退出那个条约，那个条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且2023年2月，俄罗斯还宣布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从而终止了美俄之间最后一项有关核武器军控的协议。因此，从这个细节，我们不难看出，对这次发射这种新型导弹的可能后果，俄罗斯和普京在内部是有一个全面的、理性的分析的。他们预先和美国通气，显然是为了避免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这次发射出现误判，从而引发不必要的擦枪走火的失控局面。普京在随后面向俄罗斯国内民众的电视讲话中，口气非常强硬，对北约发出了强烈的核战争的威胁暗示。但是，任何还有一丝理智的人都清楚，在核战争中，战争双方和整个人类都没有赢家，选择核战争就是在选择同归于尽的结局。在俄乌战争中，会选择同归于尽结局的绝对不可能是俄罗斯一方。虽然俄罗斯目前深陷战争泥潭，但是损失了20%的国土，面临生死存亡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乌克兰一方。如果此时俄乌双方被迫开始谈判，谈判的重点也只会是乌克兰一方最终损失多少领土的问题，而俄罗斯一方不会有任何生存问题，甚至不会损失任何原来的国土。据说目前乌克兰一方已经悄悄开始启动他们的核武器研发。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未来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其实比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可能性更大些。另外，判断普京不可能这时升级战争还有一个原因，全世界都知道还有2个月，美国就是川普的美国了。而川普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在过去3年一直非常明确，川普希望这场战争越快结束越好。路透社11月22日独家援引内部人士的消息说，川普正考虑让他的前情报局局长格林纳尔出任俄乌战争特使，负责调停战争停火。那么，格林纳尔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是什么呢？今年7月，彭博社举行了一个研讨会，格林纳尔是参与讨论的一员。在会上，他明确表达了他对结束战争的思路。首先，他主张在目前的俄乌交战区域建立一个自治区，让双方立刻停火。同时，他表示他不赞成乌克兰在近期加入北约。他的这些观点和川普竞选过程中暗示的战争解决方案高度吻合。唯一不同的是，川普建议让北约欧洲国家派驻维和部队，镇守停战的自治区，整个过程美国不需要再出一兵一卒。俄乌战争给俄罗斯的社会和经济带来的都是灾难。按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俄罗斯的经济不可能再支撑这场战争超过2年。因此，川普这个思路对普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坏消息，甚至可能被普京看作是那漆黑隧道口代表希望的那束亮光。综合这些分析，你说普京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刻选择和世界同归于尽的第3次世界大战或核战争呢？下面我们来谈谈川普最新提名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这个来自华尔街的鲜为人知的对冲基金经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贝森特1962年出生于相对保守的南凯罗来纳州，他对投资的最初概念来自于他的生父，但是那却是一个极其痛苦的回忆。他的生父因为投资房地产失败，造成他们家破产。也许是由于这个痛苦的记忆，贝森特最初在耶鲁大学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一名记者，能成为耶鲁校报、耶鲁每日新闻的编辑是贝森特的第一个人生目标。因为如果能成为耶鲁每日新闻的学生编辑，在那时就等于搭上了一趟直通美国主流大媒体的直通车。结果贝森特大3那年得知他没有当选耶鲁每日新闻的编辑，他一下失去了人生目标。在随后的日子，他把自己关在房间，只去上课和吃饭。这样过了2个月，他感觉这样下去也不行，还是重新考虑一下自己人生下一步该干什么。在耶鲁大学的职业咨询处，他无意中看到后来成为华尔街投资巨头的罗杰斯在耶鲁公告板上贴的一则招聘广告。当时罗杰斯刚刚起家，开了一家自己的
资金管理公司。他要招聘的人既要做电子表格，还要准备午餐和打扫厕所。但是广告中最吸引贝森特的是办公室里会提供一张沙发床，暑期有个睡觉的地方，当时对贝森特非常重要。也正是罗杰斯办公室里的沙发床改变了贝森特的一生，让他从此进入金融和投资的世界。毕业后，贝森特做过几份投资方面的工作。他的投资生涯的起飞是在他加入索罗斯的基金管理公司之后。是的，你没有猜错，这个索罗斯基金管理就是那个世界左派第一大金主索罗斯的公司。历史好像有时就是在搞一场滑稽剧。谁能想到，川普在华尔街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贝森特，却利用他人生的黄金时间，给世界左派第一大金主索罗斯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贝森特在1991年11月以分析师的身份加入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很快他就被派到伦敦。当时这个伦敦办公室持续亏钱，正是在那里，贝森特展现了他既能关注小到一个公司的细节，又能洞察国家和世界全局的综合能力。索罗斯当时对初到伦敦办公室的贝森特的指示是，对那里的投资只看不操作。但是贝森特很快注意到，伦敦办公室的投资组合经理把欧洲投资组合的一半的资产都投在了一只股票上。贝森特越深入研究那个股票，越觉得这个股票存在严重的问题，于是贝森特开始抛售那只股票。随着贝森特的抛售，那只股票的股价就开始下跌。索罗斯对此非常不高兴，他认为贝森特这是在自己害自己。于是索罗斯就找到贝森特的顶头上司抱怨贝森特，一个新员工竟然逼迫公司的大老板来告状。一般情况下，贝森特已经该收拾铺盖了。好在贝森特当时的顶头上司咬牙顶住了压力，10天左右，那家公司公布财报，宣布盈利下降50%。因此，贝森特帮助索罗斯的欧洲投资组合躲过了一大难。当人们说起索罗斯的投资历史时，其中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他在1992年对英国英镑发起的那一场狙击战。那一次就让索罗斯赚了10亿美元。而索罗斯的这个辉煌胜利的主要实施者，其实就是贝森特。他在1992年注意到英镑汇率出现比较大的变动，于是他告诉他的顶头上司，他认为现在对欧洲货币进行交易是一个投资的好方向。从那时起，贝森特开始正式进入宏观交易的领域，他对世界金融的全局体悟能力从此展现出来。然后投资界就有了索罗斯成功狙击英镑暴赚10亿美元的传奇故事。贝森特是少数很早就坚定支持川普的华尔街投资人。如果没有意外，贝森特将成为美国的财政部长。那么贝森特本人在对美国经济政策、对世界贸易、对中国等问题，他的观点又是什么呢？在10月15日，美国福克斯新闻刊登了一篇贝森特写的观点性文章，标题是“让我们来谈谈关税，美国是时候重振汉密尔顿最喜欢的工具了”。在这篇文章中，贝森特说，很多人一听到关税这个词儿，就会把它等同于让购物成本增加的销售税。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的。如果我们回看历史，在美国建国初期，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热衷于关税，并把关税作为联邦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二战后，全球达成了降低关税的协议，大家都认为自由贸易是通向全球繁荣之路，但现实并不这么简单。美国开放的市场迎来的却是中国经济崛起，而中国的经济腾飞并没有带来我们期望的它的政治自由，反而把美国的制造业给掏空了。美国人失业，美国国家安全不得不依赖外国的产业链。在这场全球经济的大棋局中，川普巧妙利用了关税作为谈判筹码。从上一轮美国增加中国关税的经历看，增加关税并没有引发美国物价上涨，同时却展现出它可以成为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从逼迫欧洲增加国防支出，
到逼迫墨西哥打击非法移民，甚至包括阻止军事侵略等各个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这给了美国强大的市场话语权。世界需要美国市场远大于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市场。美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优势来增加财政收入，并重振美国本土产能。贝森特在这个文章中展现出的他对关税和国际贸易的观点，可以说和川普的观点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川普在竞选时喊出给全球商品加关税，特别是给中国商品加60%的关税。川普的竞选承诺就是贝森特自己的信念，他将承担起把川普的竞选承诺转化为实际政策的重任。尽管贝森特支持对中国增加关税，不相信绝对的自由贸易，如果需要，他会毫无愧疚感地实施对美国的经济保护主义政策。但是总结他过去发表的对中国表态，他的主要基调是谨慎接触。贝森特建议在必要时刻对中共采取强硬措施，但他认为不应该完全断绝和中国的关系，那样反倒会让美国彻底失去对中国的影响力。可以预见，如果他做了川普的财政部长，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可能会更加强硬，但同时也会采取一种平衡的方法，以管理两国潜在的经济风险。财政部长这么关键的位置，川普这么晚才提名贝森特做，从这一点也说明，在川普的内部核心圈中，对选择贝森特是有争议的。据说，川普的其他顾问和贝森特在美元问题上就有很大的分歧。最强烈反对提名贝森特的人就是马斯克，他在社交媒体上明着说，贝森特太过于循规蹈矩。我们可以理解马斯克有这种想法的原因，他收购推特后，刷几刀就砍了推特80%的员工，这就是他做事的风格，坚信不破不立，处处敢于冒险。这种风格在治理一家公司上没问题，当初就是推特公司真的被马斯克大刀阔斧的给砍垮了，那也是马斯克自己损失440亿美元的投资，对美国人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现在川普面对的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在关系数亿美国民生的财政方面，选择一个相对循规蹈矩的人也不是最坏的情况。我在上期节目中提到，在川普所有提名中最有争议的就是他对司法部长的提名盖茨。在全球博彩平台 Polymarket 上，盖茨能最终被参议院确认的机会，在他上周自己宣布退出提名前显示只有30%多的概率。但是在盖茨自己退出后，川普快速推出的新司法部长提名人是现年59岁的前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邦迪女士。川普正式公布这个消息后， Polymarket 平台立刻显示邦迪被参议院确认的概率超过94%，几乎可以说是10拿9稳。根据 NBC 上的一个左派评论员的说法，邦迪有盖茨的一切狠劲儿，但是却比盖茨更有能力和经验，因此甚至有左派开始后悔他们当初把盖茨干下去的决定了。这样看来，目前川普4大内阁提名中，相对来说最不确定的是要算他的国防部长提名人黑格塞斯了。我最近查看 Polymarket 的平台显示，黑格塞斯被参议院确认的概率大概是70%多。目前左派媒体集中攻击黑格塞斯的打击点是一起指控他在2017年性侵犯案件的调查。2017年10月，黑格塞斯在加州蒙特雷市参加加州共和党妇女联合会的活动，并在活动中发表演讲。活动结束4天后，一名女子向当地警察报案，指控黑格塞斯在活动当天晚上在酒店房间内对她实施了侵犯。随后，蒙特雷市警方对此展开调查，对当事人和目击者进行了问话，并查看了当晚酒店的闭路电视，最后公布了一份22页的详细报告。左派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描述多集中在那位女士陈述的细节。那位女士声称，黑格塞斯拿走了她的手机，挡住房门不让她离开，并在她多次表示拒绝的情况下强行与她发生关系。那位女士说，她可能是被下了什么药，
过程中很多细节他都记不起来了。但是多数媒体都没有解释，在蒙特雷市警方做出详细调查后，为什么最终决定不对黑格塞斯提起起诉。我认真研究了有关报告的细节后，完全能理解警方决定不起诉黑格塞斯的原因，主要是那位女士的丈夫和黑格塞斯，他们两人对事件关键细节的描述是一致的，可以互相佐证。同时，他们的说法和那位女士自己的描述有逻辑矛盾。在警方报告中，那位女士被匿名为 Jane Doe。黑格塞斯和她在酒店闭路电视中公开露面的最后时刻是当晚凌晨1点15分。酒店人员因为有客人抱怨有人在吵闹而去调解，发现黑格塞斯当时醉得很厉害，窦女士表现得非常清醒，在劝阻喝醉了的黑格塞斯不要高声喧哗，随后扶着他往黑格塞斯的酒店房间走去。这里有个关键细节，是黑格塞斯当时是醉的，但是窦女士是清醒的。如果当时的情况是反的，估计黑格塞斯肯定已经被起诉了。随后，根据窦女士丈夫的证词，窦女士在凌晨4点回到他们自己的房间，对她丈夫的说法是自己昨晚太困了，无意中在朋友的酒店房间睡着了。而且她的丈夫说，窦女士当时言谈举止表现得非常清醒。一方面，这说明窦女士在凌晨1点30以前和4点以后都是非常清醒理智的。另一方面，窦女士丈夫的说法和黑格塞斯对事件的描述也能吻合上。黑格塞斯本人对这个事件过程的描述是这样的：他和窦女士一起回到他的酒店房间后，双方在自愿的情况下发生了关系。但是事后，窦女士和黑格塞斯都感觉很愧疚，知道自己不该这样做。后来，窦女士还看到手机上住在同一酒店的丈夫在凌晨2点后给她发的多条询问她在哪里的短信。然后窦女士对黑格塞斯说，她会告诉她的丈夫，她是无意中在一个朋友的酒店房间睡着了。这正是窦女士丈夫描述的在当天凌晨4点窦女士回到他们房间后给她的那个说法。但是在那个晚上之后，窦女士丈夫发现她时常一个人独自哭泣。几天后，窦女士告诉自己的丈夫，她那天晚上被黑格塞斯侵犯了。最后他们决定到当地警察局报案。通常检方确定立案起诉一个人的司法门槛是比较高的，在证词有如此多疑点的情况下，能给黑格塞斯成功定罪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在参议院认证的过程中，更多是当前53位共和党参议员是如何解读这个事件的细节，以及他们通过这个事件是如何解读黑格塞斯这个人的品行的。有报道说，最近报道出的黑格塞斯的这个性侵调查也着实让川普团队对黑格塞斯有些窝火。自从黑格塞斯成为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后，他非常鲜明地反对美国军队中的觉醒主义，全力捍卫西方文明，敢于捍卫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理念等等。他的这些思想和言论正是吸引川普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黑格塞斯在个人生活上也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他有3次婚姻，前2次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婚外情。2017年发生我们上面描述的那个事件时，正是黑格塞斯的第2任妻子因为他的另一段办公室恋情在和他闹离婚的时候。现代社会就是这么乱。未来黑格塞斯能否通过参议院的认证，关键是会不会有4个或更多的共和党参议员对他的人品这方面不能容忍。所以明年参议院对川普内阁的认证中，对黑格塞斯的认证过程不可避免还会有一场新的多方冲突的情节剧。最后，我还想和大家分享川普在11月22日公布的一个提名。这个提名的职位表面看不那么显赫，但是它却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实质的影响。11月22日，川普宣布提名黄之汉，英文名字是 Alex Wong， 担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川普上一届政府的后期，川普
委任伯明为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和川普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的好友余茂春都是中国通和中共通，他们对中共的透彻认识，帮助上一届川普政府中的众多官员都认清了中共和中国和中国人的区别，因此让当时许多美国出台的政策对中共更有针对性。那么川普这次提名的黄之汉又是何许人也？他对中共的认知又是什么呢？他是否在川普新一任政府中能起到当年伯明和余茂春的作用呢？网上有关黄之汉的信息不太多。他1980年出生于纽约市的一个广东华人移民家庭，父母先由广州移民到了香港，再移民到了美国。他本科读的是宾大，获得英语和法律双学位学士，然后进入哈佛法学院，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他的妻子是第二代台湾裔，他从2007年开始进入美国政府机构，承担一些和法律相关的职位。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他进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竞选团队，担任外交和法律政策总监。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在上一届川普政府中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多边关系副驻青。据说当年川普和朝鲜的金正恩的峰会谈判就是他全力操办的，而且他是2018年台湾旅行法通过后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高级外交官。他访问台湾时发表演讲，盛赞台湾是民主的典范，并说他认为美台关系不是交易，而是深植于双边共同的价值观中。2023年10月，黄之汉在美国智库哈莱逊研究所的网站上发表了标题为《与中国的竞争：终局辩论》这篇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无论美国是谋求与中国缓和关系，还是鼓励中国内部的民主，中共都将越来越面临它执政合法性的挑战。目前中共把它国内的执政合法性和它最终对中国人实施统治的能力都建立在一整套在国际上咄咄逼人的大战略上。由此可见，这位现年40来岁的二代华人黄之汉对中共的认知还是比较正的。看来随着川普内阁成员从上到下变得越来越明朗后，中共应该是越来越不该抱什么幻想。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